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23年3月，对7个家庭来说，蒙特利尔的春天再也没能拉开序幕，他们的生活被永远定格在了3月16日的夜晚。那一天，位于蒙特利尔老城区的一座历史性建筑突发5级大火，导致7人不幸丧生，其中一位受害者是中国籍留美年轻女学者，名叫吴岸。生前呢，她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后。3月份在蒙特利尔参加神经科学学术研讨会，行程最后一天竟不幸丧生在这场大火里。就在这场惨剧发生大半年后，起火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而大火背后的真相远比想象的更荒唐、更残酷、更离谱。素有北美小巴黎之称的蒙特利尔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1642年，法国皮毛商人们将公司建立在圣劳伦斯河河畔，这个定居点就是蒙特利尔城市的起源。时光荏苒，老城区见证了法国军队战败，也见证了19世纪的扩张和工业革命，但仍然保留了法国的文化和历史。狭窄的街道、古老的石屋、古典的教堂和欧式的广场，都彰显着岁月的沉淀。这个地方融汇了古老的欧洲风情与现代化的北美风，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时光交错的独特体验。每年大概有600万游客来到这儿，一览当年法兰西的风采，更是有些意犹未尽的游客直接住在老城区的历史建筑里，不仅靠近主要景点，而且还能体验一把原汁原味的法国风情。在老城中Port Street 和 Duville 街是2条著名的街道。3月16日凌晨5点半，位于这2条街交叉口的一座历史建筑突然发生了火灾。该建筑已经有130多年历史了，不仅是一座保护建筑，说起来还算是一个小地标。最初是一家面粉公司的办公室，上世纪60到80年代呢，逐渐转变为住宅的用途。根据市政记录显示，2009年一名律师买下了这栋楼，后来用于出租，里面共有15个单元。可蹊跷的是这场大火似乎是不同寻常的，刚烧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从大老远就能看到冲天的火光和滚滚黑烟。天一亮，这场火灾就占据了加拿大全国媒体的头版头条。蒙特利尔警方证实大火达到了5级，这是蒙特利尔最高级别的火灾。当晚至少130多名消防员出动救火，但是由于火势太迅猛，而且又发生在深夜，有些人根本就来不及逃跑，即使逃出来了，也有9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重度烧伤。警察称死里逃生的9个人全部住在1楼和2楼，而住在3楼的人在大火后都处于失踪状态。至于3楼到底有多少人，一时间还不知道。刚开始媒体说至少1个人，后来上升到4个人。看到这儿有的同学可能会感到奇怪，3楼住了多少人，找房东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可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房东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楼呢，它有2个房东。产权虽然是那个律师大房东的，但是实际管理者是2房东 Tariq Hassan， 他租下了这栋楼里头大部分的单元，专门放在 Airbnb 上做短租，所以当晚楼里头的绝大部分住户都是短租客。终于在火灾发生的3天后，警方确认在这场大火中失踪的总人数为7人。而就在这一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魁北克传媒的编辑突然接到了一个求助信息，问能不能发帖帮忙找找他们的同学吴岸，说他在蒙特利尔老港的大火中失联了。从他同学和家人的口中，我们得知吴岸是个非常有才华和成就的中国籍留美女学者。她在1992年出生于中国安徽，今年只有31岁。15岁的时候考入了武汉大学攻读病毒学专业，24岁就获得了迈阿密大学神经科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呢，吴岸一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工作，担任项目科学家。他这次来蒙特利尔是要在计算与系统神经科学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开会时间呢是3月9号到14号，15号计划在蒙特利尔稍作停留，16号返回圣地亚哥。在研讨会期间，他一直住在会方安排的酒店里，15号才入住这个 Airbnb。本来是想着老港呢比开会住的酒店离机场更近，一来方便16号他去机场，二来可以感受一下老城区的风情。可是没想到这个距离蒙特利尔圣母大教堂不到600米的建筑，当晚竟突发大火，
让吴岸与所有人失去了联系。吴岸原本应该在16号抵达圣地亚哥的，但那天呢，他的主管和同事发现无法和他取得联系，便直接去到他的公寓，发现他不在家。他们立即到警局报警，并联系美国海关，得到消息说吴岸没有从加拿大返回美国的入境记录。同时呢，加拿大警方这边在和二房东核实了当晚的住户信息后，也在尝试通过美国警方找到吴岸的紧急联系人。在确认了吴岸失踪后，他的朋友们联系了中文媒体平台，希望刊登一则寻人启事，获得当地华人的帮助。他们祈祷着吴岸可能是逃出来了，然后被哪个好心人送去就医，由于某些原因暂时无法联系朋友和家人而已。然而啊，这最后一丝希望也在10多天后彻底被粉碎。由于属于历史遗迹，又被大火焚烧，建筑随时有可能倒塌，拆除工作只能从上而下一砖一瓦地进行，救援与搜寻工作进展得相当缓慢。终于3月27日，警方确认这场大火共造成了7人死亡，5个人的身份得到确认，其中1人为吴岸。2天后，最后2名受害者的身份也得到了确认。警方预计将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现，因此将终止搜索行动，集中精力调查起火原因。24日，吴岸的父亲吴飞与妻子从安徽铜陵的家里飞到蒙特利尔，他们先后去了侨联、领事馆和警局，又去做了 DNA 鉴定，那是他们人生中最漫长的几天。27日，他们终于在停尸房见到了吴岸。因为案子未破，他们不能接触女儿的遗体，警方只让隔着玻璃看头部，而吴飞一眼就认出了女儿。他说女儿依旧秀发披肩，眉毛也完好无损，脸上的皮肤还是红红的。吴飞对媒体表示，吴岸住在3楼最西边的单元，睡觉的地方没有被烧到，房间南面对着马路，有2个大窗户。如果当晚有人能打破窗户，或许他还能获救。但当时呢，吴岸在熟睡，甚至都不知道起火了，所以无法自救。他想不通啊，这栋建筑的临街面总共只有5间房，长度不足50米，为什么参与救火的130多名消防员没有一个打破那扇窗户救出他的女儿呢？除了吴岸以外啊，其他6位大火的受害者分别是35岁的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76岁的摄影师、来自巴基斯坦的2位好朋友，还有2位18岁的魁省居民。这7位受害者中啊，除了76岁的摄影师是这栋建筑的长期租客以外，其他都是短租客。生命的旅途因这短暂的停留而戛然而止，被永远的定格在了蒙特利尔的冬天。当这7个人的生平与肖像被公布后，全加拿大的民众都在为这些受害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感到惋惜和哀痛。同时呢，大家也在质疑这栋建筑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火灾，造成这么惨烈的伤亡，这一切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然而啊，这些问题警方暂时都没有给出答案。但其实啊，就在火灾事件的第2天，有关该楼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消息就已经传出来了。一名只愿意匿名接受采访的长租客说啊，他已经在这栋建筑里面住了3年了。当晚他恰好去朋友家住，才侥幸逃过一劫。据他说呢，他租住的单元既没窗户也没有紧急出口，他认为这个楼里的其他单元还有像他的房间一样的，因此呢，里面的人根本就没办法逃出去。而受害者中18岁的少女查理当晚和朋友住的就是这样的房间。大火中的查理曾经给祖父打电话，也曾经2次拨打911求救，称大楼里着了火，而他的房间呢，除了房门外再无其他出口，结果就这么被困到死。而根据魁北克省的建筑管理条例，这样的建筑是绝对不合法的，别说出租了，就算是自住房也得至少有1扇窗户。另外啊，一位2021年曾在这栋楼里头长租的租户称啊，从外面看这栋楼维护得相当好，但里面有很多不合规的地方，比如他当时住的单元里压根就没有烟雾报警器，楼道里也没有紧急出口的标志。住在里面的小伙伴或多或少都知道，一旦发生火灾，大家肯定都完蛋。他们也曾经试图联系过城区的一名官员，表达对楼内某些单元缺少烟雾报警器和其他火灾隐患的担忧，但却被告知无法提出投诉，因为他们已经不住那儿了。
当晚一对住在半地下室单元的夫妻称，他们看到了房间里头其实有烟雾报警器，但着火的时候他压根就没响啊。他们呢还是被噼里啪啦的火声给吵醒的，随后从门缝中看到了橙红色的火焰，立马打破了窗户才逃了出去。这点呀确实太奇怪，我有时候在家里炒个菜，那油烟啊都能让报警器响个不停，而这么大的火，烟雾报警器却没响，很可能是它压根就坏了，而房东呢根本没有做定期的检查。这又是没窗户，又是没烟雾报警器的，那这样的房子也能放在平台上短租？眼看着事态愈演愈烈，房东终于忍不住了，首次通过自己的律师回答了一些问题。大意呢，就是这是历史遗迹，买下的时候就这样。言外之意啊，没窗户也是符合安全规范的。那至于烟雾报警器关键时候它不响，律师则表示，所有的房间都装了的，而且就在出事的前一天早上，还刚有维修工人上门检查过。至于非法经营短租，房主喊冤的声音那就更大了。律师称啊，这个二房东租下了楼内的不少单元，专门经营着 Airbnb， 而房东呢曾多次试图阻止他短租，然后啊还在2022年的8月接连发了2封警告信，可这二房东就是不听啊。这个二房东啊随后被曝光是蒙特利尔一家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副业经营着20多个 Airbnb， 其中有4个确实没有获得短租许可，属于非法经营。那这位大房东真的就这么无辜了吗？您别忘了呀，他本身就是一位律师，而且估计是位挺厉害的律师，不然也不能有这超能力，直接在老港买下一整栋楼啊，对吧？那他自己就是律师，然后又请了一位律师，2律师联手不能阻止一个程序员搞非法短租吗？我是不信的。果然啊，就在不久后，当地的一家小媒体就爆出了这二房东啊，曾经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吹嘘自己独家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与房东利润分成的合作之上的，还说啊，他每年靠着这个副业挣的钱已经是工资好几倍了。And how many units would it take to be able to fully supplement your last job's income? 1 to 2. It only takes 1 to 2 extra units, or it only takes 1 or 2 units to be able to supplement that income? 1 or 2 units, yeah. Oh wow! So you're at 5 units right now. So you're doing doing a lot better than what you were before. You're five times as much. 这栋楼的一位长期租户也表示，在这儿的短租业务呢，其实是得到了那个律师大房东的批准的。不仅如此呢，他们还试图用各种办法挤走所有的长期租户，以便把所有的房间都用来经营短租业务。除了房东和二房东非法短租房的猫腻儿，人们对非法短租的监管、事故的救援以及事后的调查工作都充满了质疑。其实啊，2018年起，蒙特利尔老城区就已经禁止任何形式的 Airbnb 了，但是没有监督手段的禁令，相当于是形同虚设。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蒙特利尔市长承认对非法短租房的监管不足，但呢，他表示这不是蒙特利尔市政府的问题。为啥呢？因为检查短租房的运营的职责在于魁省税务局啊，他们需要增加更多的检察员来进行监管。其次呢， Airbnb 平台的问题更大呀，他们甚至都不要求经营者提供当局颁发的运营许可号码就能随便搞短租，这是平台的监管缺失啊。这锅呀甩来甩去，谁都不愿意承担主要责任。受害者家属们在雪中站在火灾现场，除了泪眼相望，除了等待，一时间竟找不到任何人能给个说法。2023年4月，蒙特利尔老港火灾7名受害者之一 Nathan Sears 的父亲牵头对 Airbnb 房东和二房东发起了集体诉讼，称这些被告的行为表明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创造收入，而不是确保楼内居住者的安全与健康，因此应当给予受害者惩罚性赔偿共计2200万加币。然而受害者家属这项集体诉讼还没得到法官批准呢，房东那边就率先对市政府提起了750万加币的诉讼，指责市政府过于保护遗产建筑，才导致了火灾的爆发。这是什么逻辑呢？根据诉讼啊，房东认为市政府对遗产建筑非常严苛的保护要求，导致某些改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进入建筑的那扇大木门，距今100多年历史了，有着历史价值，因此市政府不允许任何的修改或更换。
但这扇门呢，既不防盗，也不符合当代的消防标准。另外啊，房东在诉讼中表示自己根本就无法按照现代的城市标准去修改楼梯，他不得不拆除了屋顶的紧急出口，因为紧急出口不符合遗产建筑的更改规则。最后啊，他还责怪消防人员来的不够多，而且他赶到现场后曾经警告过人家，楼里头可能还困了一些人，但他的警告并没有得到消防员的重视。诉讼里的这些话你看似是有理有据，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明知道这栋楼有重大的安全隐患，为什么还继续出租呢？总而言之啊，各方有各自的说法，这甩锅啊甩出接力赛了。可怜的只有受害者家属们仍然不知道这火是怎么起的，到底谁才能为他们的亲人的死而负责？转眼间啊，大火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这件事似乎已经渐渐被人们所淡忘。然而就在8月底，蒙特利尔警方突然正式将这起大火案列为刑事案件，并宣称调查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原来啊，警方证实在现场发现了助燃剂，从而认定这场大火是人为故意纵火导致。但奇怪的是呢，对于嫌疑人的身份，警方却始终守口如瓶。1个月后，蒙特利尔大公报揭露，这场大火呀，是由于有人在地下室的楼梯间里点燃汽油引起的。嫌疑人呢，是因为和楼里头住的一名皮条客闹矛盾才放火。那这所谓的矛盾啊，居然只是因为对皮条客给他介绍的服务不太满意，从而心生怨恨，伺机报复。仅仅因为对性服务不满意就放火烧死了7个人，这样的真相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真是太荒唐、太残酷、太离谱了。然而更离谱的是，大公报称警方搞砸了这场纵火案的调查，因此迟迟不能对嫌疑人提起指控。报道称啊，一名没有经验的警员在没有获得逮捕令或者搜查令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嫌疑人的住所，搜查了手机并逮捕了他。那你这样搞明显是违反法律程序的，结果就导致警方将板上钉钉的事儿搞得额外复杂。对于这一说法呀，蒙特利尔警方赶紧出来灭火，坚决否认说这起纵火案是自个儿搞砸了，但是呢，却没有否认报道里所说的嫌疑人的身份和纵火的动机，而且啊，也默认了还没有对嫌疑人提起指控。10月底，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 CBC 发报道称，蒙特利尔老城区纵火案的嫌疑人名叫 Denis Béjean， 他不仅是蒙特利尔黑手党成员，一个前科累累的杀人犯，而且在纵火时竟然处于一个逃狱被通缉的状态。这个 Denis 啊，现年63岁，你从照片上看啊，就跟个退休赋闲在家的邻家大爷似的。而他的罪行啊，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是一点也不夸张。从19岁的时候，他就是魁北克法院的常客了，醉驾、纵火、盗窃、欺诈、敲诈、暴力伤害等等，所有的刑事罪让他犯了个遍，累积的犯罪记录多达20多页，大大小小的指控多到数不清。终于啊，小的罪行逐渐演变成了重大犯罪，他走上了杀人的道路。1993年10月31日万圣节，时年33岁的 Denis 头戴经典恐怖电影 Friday the 13th 中连环杀人魔的同款面罩，走进了蒙特利尔的一间酒吧，突然掏枪，在派对的人群中杀死了一名19岁的年轻人，然后逃之夭夭。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监控录像，凶手又戴着面罩，警方根本无法找到这个万圣节杀手。直到1995年的某一天啊，一个女性带着2个孩子来到警局报案，称丈夫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殴打侵犯，差点把她给勒死了。所以呢，她想申请家暴受害者的保护计划。估计是为了让这个混蛋老公彻底远离自己和孩子，她向警方透露了一个重磅线索：自己的老公就是那个万圣节杀手，家里到现在还有他作案时候的面罩和服装呢。于是警方立即出动，终于将其抓捕归案。1997年，陪审团最初判定他犯有1级谋杀罪，但是在1998年受审的时候呢，他坦诚自己当时是魁北克摩托党地狱天使的一名成员，在万圣节的酒吧杀人是因为毒贩之间抢地盘。他还供述说啊，1995年轰动一时的爆炸案也与自己有关，希望能够和检方达成协议，转做污点证人，帮警方找到地狱天使的罪证。说起地狱天使这个名字呀，如果您是 M2 档案的老观众，应该对这个有印象。
我们专门做过一期《地狱天使之加拿大风云》的节目，在那期节目里呢，我们就提到过，在95年的时候，正是蒙特利尔2大黑帮帮派地狱天使和摇滚机器斗争最血腥的一年。那一年呀，就有65名帮派成员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摇滚机器一派，而这些人中呢，80%都是被地狱天使的土制炸弹给炸死的。他们的争斗呢，当时也伤及了无辜的百姓。在蒙特利尔东区的一间教堂门前，炸飞的车门砸死了一个路过的11岁男孩。这个消息啊，令全民愤怒。之后的5个多月时间里，地狱天使的所有分部被大量民众包围，手持标语要求他们滚出蒙特利尔。这样风雨无阻的封锁一直持续到冬天快结束。迫于民众的压力，警方也不得不正式下定决心解决蒙特利尔的帮派争斗问题。这起臭名昭著的汽车爆炸案里所用的土制炸弹，正是这个 Denis 造的。他向警方透露了许多细节，还大方承认了地狱天使使用的大多数土制炸弹都是他造的，手工作坊呢就在他家车库。最终啊，2003年，Denis被改判为2级谋杀罪，终身监禁，10年内不得假释。他被关进了蒙特利尔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里，在入狱的几年时间里呢，他2次被医生描述为混合性人格障碍，显现出了持续性的自恋和反社会的特征，内省有限并且僵化。2008年，一位假释专员也在评估报告里头写道，Denis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认为暴力和谎言是解决与他人冲突和达到目的的合理方式，因此不建议假释。眼看着假释没戏了，Denis开始申请把自己转到了最低安全级别的监狱里。2015年6月，刚转狱没多久，他就开始不断尝试逃跑。监狱在发现了他数次的逃跑计划之后呢，却没有因此将他送回到管理严格的监狱，只是剥夺了他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外出的许可，导致他终于在2019年2月15日成功越狱，随后呢，一直处于一个被通缉的状态。虽然他的名字被列在了魁北克10大通缉犯名单里，但他一直逍遥法外了4年。今年3月份，老城区大火，街道上的监控就拍到了他的身影。录像呢，先是记录了建筑起火，然后是Denis逃离现场的身影。在他逃离后，这栋建筑很快就被大火吞噬。案发后啊，蒙特利尔重大犯罪调查员把Denis找来问话，但他们呀，也其实不知道他的底细。这个狡猾的Denis呀，说自己只是个流浪汉，那天刚好在楼里头借宿罢了，看到起火就赶紧跑路了，还给警方谎报了一个流浪汉的名字。那警方一查，那这个名字确有其人啊，所以压根就没怀疑他的身份，把他真的当成了一个流浪汉，而且还是纵火案的重要证人，多次找他谈话，让他复盘当时看到的可疑场景或者是可疑的人。直到一位在老城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女刑警对重案组的成员说，他非常熟悉自己辖区下的流浪汉。Denis说的那个名字呢，明明是另外一个人，他应该是冒充了人家的身份。巡警的话呀，这才引起了重案组成员的警觉，将Denis抓捕归案。不过蹊跷的是Denis是5月18号被抓的，警方公布的抓捕原因仅仅是越狱，丝毫没提及他与老城区纵火案有关。面对 CBC 的报道，蒙特利尔警方仍然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对他提起任何的指控。那你再看前面咱们说的，警方因违反抓捕程序而将纵火案搞砸了的新闻，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了。时至今日呢，警方仍旧没有对这起纵火案中的任何人提起任何指控，受害者家属发起的集体诉讼也尚未得到批准。只是春去秋来，蒙特利尔转眼间从上个冬天的末尾进入了这个冬天的序幕。一切看似什么都没变，但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一切都不一样了。吴岸的父亲离开蒙特利尔后，又去了圣地亚哥。他和妻子在吴岸租住的公寓里帮他收拾遗物。在那儿呢，父亲看到了吴岸在2015年在香格里拉旅游时写的明信片，正面是梅里雪山的卡瓦格波峰。湖蓝的天空下，山峰白雪覆盖，阳光铺洒在雪山上，几朵淡粉的云漂浮在山腰。背面是吴岸的几行小字儿：我的雪山，我渺小的存在，希望我自己能一直想着梅里雪山，而做一个谦卑的人。
遗物中还有2瓶酒。由于疫情，吴岸已经很多年没回家了。原本吴岸计划在今年回国，因为要参加蒙特利尔的研讨会，所以推迟了回国的计划。但是给父亲的礼物他早早就买好了，就是这2瓶酒，女儿给吴飞最后的礼物。离开美国前，吴飞走在女儿遛狗时候常走的石板路上，他说吹下他吹过的风，也算是再次重逢了。现在二老已经返回国内老家，虽然和过去一样，女儿还是不在他们身边，但吴飞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以前他有精神寄托，思念有具体的形象和方向，而现在他的心像是浮萍，无牵无挂，无依无靠。由于他们生活的小镇上和家里到处都有吴岸的身影，所以他们最终决定搬去城里的一个2室1厅的房子继续生活。但即使是这样，痛苦依然随时袭来，将吴飞撕碎成碎片，让他整夜难眠。有的时候即使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半梦半醒之间恍惚又来到了蒙特利尔，站在火灾的废墟前搜索着女儿的身影。他怨恨着，痛苦着，正如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失去女儿的切身痛苦，惨烈的痛苦，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达的。可能我们到临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爱。可能我们在安生的最后一句话，都呼唤我孩子的名字。这个伤害太大了，这蒙特利尔是我终身愤慨之地。感谢收看 M2 档案，咱们下期再见。